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当管理沦为权力表演，王鹤棣在《亲爱的客栈》中的老板范为何格外刺眼？慢综艺的治愈空间被虚假权力入侵，观众抵触的并非规则本身，而是毫无根基却又刻意端着的优越感，这精准踩中了当代人对平等互动的心理期待。亲爱的客栈新一季开播，本应是慢综艺的治愈氛围，却因为主理人王鹤棣的表现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从采购分配、厨房管理到对员工的甩脸子，王鹤棣的老板范让不少观众感到不适。有观众在看了2期后直言窝火，认为他太端着了，感觉所有人都是他下属。当综艺里的主理人把自己当成真正的老板，当管理变成了颐指气使，这档节目的观感也随之变了味。但有趣的是，这种不适感似乎比在现实职场中遇到类似情况更为强烈和直接。一个在荧幕上扮演的老板，为何能如此轻易地点燃全网情绪？这背后究竟触及了观众怎样的心理底线？观众反感的不是管理，而是权力表演。要理解这场争议的本质，首先要区分2种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的概念：现实职场中的管理行为与综艺情境下的权力表演。在现实职场中，管理者的权力来源于多种渠道，可能是组织制度的正式任命，可能是资本所有权的赋予，也可能是专业能力或资源掌控带来的影响力。无论来源如何，现实职场中的权力关系往往建立在某种制度合法性之上，或是基于雇佣契约的明确约定。员工接受管理，本质上是在履行契约义务，换取薪酬和发展机会。但在《亲爱的客栈》这样的综艺节目中，情况完全不同。王鹤棣的主理人身份，权力来源于节目剧本的临时设定，是一种被赋予的表演任务。这种权力没有制度根基，没有契约基础，其合法性极其脆弱，完全依赖于观众的情感认同和节目情境的代入感。正是这种权力来源的根本差异，导致了观众反应的天壤之别。当王鹤棣在节目中分配任务、协调工作这本是综艺情境下可接受甚至必要的管理行为时，观众的容忍度尚在合理范围。但当他的行为越过界限，开始呈现出身份优越感、控制欲和对他人的贬低时，比如当众甩脸子、区别对待不同嘉宾，这种管理就变质为纯粹的权力表演。观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质变。在慢综艺这类以放松、治愈为核心体验的节目中，观众期望看到的是平等、互助、有趣的互动，而非赤裸裸的权力展示。王鹤棣所呈现的，被观众感知为一种缺乏真实权力根基，却演得很投入的权力姿态。这种表演性的权力展示，精准地触发了观众的神经。为何这些举动在综艺镜头下格外刺眼？具体到王鹤棣在节目中的表现，几个关键行为在综艺镜头下被无限放大，形成了强烈的负面观感。采购分配环节的争议最为典型。节目中，王鹤棣作为主理人负责统筹运营，但从第1天的任务分配开始就引发了质疑。有观众指出，他并没有主动参与采购，而是指派其他人去完成。当白鹿和他一起去采购时，前1天先到的沈月和秦岚原本也想去，却未被安排。更让观众不解的是，第2天原本是王鹤棣和吴泽林一起去采购，但他临时决定留下来迎接新嘉宾徐志胜，采购任务全部落在了吴泽林一个人身上。这种分配方式在观众看来缺乏基本沟通，也没有让员工自荐自己擅长什么，都是他点到谁去干。更关键的是，
当吴泽林因为要去超市又要去买菜，在路上被当地活动堵住，未能及时买到矿泉水时，王鹤棣在厨房当众对他甩脸子。有观众在复盘时表示，他不能买完回来再交代吗？非得干活的时候就留下来迎接。双引号，当众甩脸子这一行为，在强调氛围和谐、追求轻松观看体验的慢综艺中显得极具破坏性。在现实职场中，管理者对下属的不满表达可能有多种方式，或私下沟通，或通过制度流程处理。复杂的权力博弈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但在综艺镜头前，任何公开的情绪化的负面表达都被高清捕捉、反复解读，失去了现实中的缓冲空间和复杂性。最引发观众反感的，或许是对吴泽林的区别对待。在观众的观察中，王鹤棣的老板脾气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对吴泽林的态度明显比对其他嘉宾更严厉。第一天厨房忙乱时，吴泽林已经累得手忙脚乱。王鹤棣虽然帮忙做了几道菜，但大部分厨房工作仍是吴泽林独自承担。当吴泽林忘记买矿泉水时，王鹤棣当着众人的面甩脸子，气氛一度尴尬。其他嘉宾如秦岚则在一旁打圆场，提到吴泽林很辛苦，又要干这干那。有观众对比指出，王鹤棣对另一位话少、看起来不好惹的男嘉宾态度明显不同，对咖位相当或更大的嘉宾，他也不会摆脸色，唯独对吴泽林，从第一天就开始甩脸子，态度几乎没有掩饰。这种行为凸显了基于个人好恶的人治色彩，违背了观众对综艺角色相对公平的潜意识期待，放大了权力滥用的观感。综艺的镜头特性和剪辑逻辑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放大效应，任何细微的言行和表情都可能被特写镜头捕捉，通过剪辑组合形成特定的叙事线索。王鹤棣的一个皱眉，以此不耐烦的语气在镜头语言中被无限放大，使得任何带有权力压迫感的瞬间都被高清呈现并反复解读，加剧了观众的代入式反感。被打破的综艺心理契约与拟态平等。要深入理解观众为何如此强烈地抵触王鹤棣的老板表演，需要从观看综艺的心理机制入手。观众观看《亲爱的客栈》此类慢综艺，有着明确的心理预期和契约。在生活节奏持续加快、青年群体压力不断累积的背景下，慢综艺提供的是一种情绪疗愈和陪伴体验。观众选择这类节目，核心诉求是获得放松、愉悦、情感共鸣或是与远方的慰藉，这是一种休闲娱乐的心理契约。在这种心理契约之下，观众潜意识中期待一种拟态平等。尽管明星嘉宾在现实社会中身份特殊，拥有不同程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节目营造的情境中，成员之间的关系趋向于相对平等、互助、有趣的互动状态。这种拟态平等是慢综艺治愈功能的重要基础，它让观众暂时忘却现实中的阶层差异和权力压迫，在一个相对纯净的情感空间中获得喘息。然而，王鹤棣扮演的明星老板角色强行打破了这份心理契约。他不仅接受了主理人的身份设定，更在行为举止上完全代入，引入了一套清晰的、上下分明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的表演，粗暴地摧毁了拟态平等的幻想，将观众不愿在休闲时刻直面的现实中的权力压迫感直接带入娱乐空间。这种心理违约造成了严重的情感冒犯。观众选择慢综艺，本是为了逃避现实压力，寻求情感慰藉，却猝不及防地被拉回熟悉的权力场域。更令人不适的是，这种权力关系并非基于真实的职场逻辑或生存压力，
而仅仅是一种为演而演的虚假建构。观众的反感本质上是对休闲空间被职场权力规则入侵的抵触，是一种对维护自我娱乐净土边界的本能反应。这种权力不是敢比在现实职场中更为纯粹、更为直接，因为在现实职场中，权力关系往往混杂着生存压力、职业发展、经济依赖等复杂因素。员工对管理者的容忍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权衡结果，但在综艺中，权力表演显得毫无必要且刻意，它既没有现实根基，也不服务于任何实质性目标，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角色扮演的虚荣。从社会文化心态的角度看，这场争议也反映了当代观众对媒体内容中不平等关系的高度敏感。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观众越来越倾向于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对任何形式的被视为不公正的权力展示进行审视和批评。综艺节目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自然无法置身事外。综艺权力关系的呈现边界何在？亲爱的客栈中王鹤棣引发的争议，其核心并非在于他是否干活，事实上，有资料显示他在节目中也有亲力亲为的一面，比如在车子陷进沙子里时，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上前；在搭建亲爱的抱抱装置时，全程带头干，脏活累活抢着上。争议的核心在于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在于权力表演与观众心理契约的冲突。这场争议促使我们思考几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综艺节目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呈现权力关系？是完全规避这类敏感话题，还是可以找到更巧妙、更真实的处理方式？从节目制作角度看，完全规避权力关系可能不切实际，尤其是在经营类、职场类综艺中，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叙事的天然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呈现的方式和分寸。是真实展现管理中的挑战与成长，还是刻意放大权力带来的优越感？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处理分歧，还是以甩帘子的方式维护权威？对明星而言，在扮演具有管理职能的角色时，需要重新思考平衡点。是更贴近现实逻辑及现实职场中可能存在的权力博弈，还是更遵循综艺伦理及观众对娱乐内容的情感期待和道德要求？明星需要意识到，在镜头前，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被放大解读。所谓的角色设定并不能成为不当行为的保护伞。这场争议也折射出社会文化心态的变迁。观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媒体内容，而是积极行使自己的评判权，对节目中的价值导向、行为规范提出要求。这种互动性的增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促使综艺制作向更负责任、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方向发展。当综艺中的老板引发如此强烈的争议时，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在看综艺时，能接受明星扮演的严厉老板吗？这种权力感表演是节目效果的需要，还是对观众情感的冒犯？